现在我骑过潘一大道啊，我正对着就是锦绣香江地产的这个叫香江1号。我的右侧这边啊，起了一堆的矮房子，但看上去都是玻璃幕墙，应该商业用途吧。这边呢就是锦绣香江，原来这个设施叫香江1号艺术中心，看来前面这些地方都已经拆掉。然后我的左右两侧也写着大大的拆字。现在我的右侧下面就是星光快速路。嗨，大家好，现在呢，我离开万博商务区的天河城啊，准备从这边骑车回去了。赶在过年前和回家的女儿一起到这边来吃了一餐日餐啊，其实就是一些寿司，回转寿司，但是那家店好像还是客满了，等位置都等了半天。现在呢，我准备就这么骑回家去。看到对面的基层伟邦，我昨天也看到一个信息说，这个基层伟邦啊，好像要关门了。所以这块地方呢，发展以后啊，应该值钱了，所以肯定还是有很多人想到这边来建更大的商业设施之类的。现在我骑过潘一大道啊，我正对着就是锦绣香江地产的这个叫香江1号。在这个路口经过了好几个红绿灯，我想着还是再走一遍兴业大道吧。现在是在番禺大道上，我的左侧就是我刚刚在那边吃饭的万博商务区。我的右侧这边啊，起了一堆的矮房子，但看上去都是玻璃幕墙，应该商业用途吧。马路上挂满着红灯笼哦，这是中国人喜庆的这种气氛。这边呢就是锦绣香江，原来这个设施叫香江1号艺术中心。看看，这是锦绣香江的路口。
右前方这片地方呢，就是里仁洞村呢。这个村其实非常大，最近呢在拆迁。我记得这边应该有一条旧村商业街道啊，不知道现在还怎么样呢？我到这里面去骑一段吧，叫里仁洞村新信大街道，这么个地方啊。看来这条街道还在啊，也可能是过年大家都回去了，或者是这里要拆迁啊，变得萧条了。那不管怎么说呢，这条村中的商业街道还保留着，边上的一些房子好像也没有被拆掉啊。看来前面这些地方都已经拆掉，然后我的左右两侧也写着大大的拆字，看来这片都留不下来了。这可能就是城市的新陈代谢啊，但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你看啊，到了这边拆掉了好多房，这是不是要搞一条大道呢？这里面还有很多村民的房子并没有拆掉啊，就是这么样的一幅光景啊。走不通了，只能掉到后去了。感觉这条村应该整个都会被拆除吧。看来范围还非常广啊，整片的改造。虽然还有一些商店坚持开着门啊，但是我看到里面很多墙壁上都写着拆字，应该坚持了很久了。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老鼠钻进了洞里。对面呢就是 Sun Club， 这是一家大的商场。可以看到右侧都被围蔽了起来，里边这些房子全部都要被拆掉了。这就是里仁洞村入口的地方，但是这里面基本上都是荒废的状态。这个路口在卖金桔，一排排的排过去。这么一条大村庄啊，
真的就在这个新旧交替之际啊，都纷纷搬到新屋去了。可能找的人呢，已经在新居里面啊安顿下来，但是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是留恋他们以前的老家的。前方就是这座桥了，现在我要骑上桥去。现在我右侧下面呢是一个里仁洞村新树大牌坊啊，而且好像修复了一些以前的老祠堂。就刚刚看到的那些已经破烂不堪的旧村啊，都在拆迁之中。但这边呢，就是这些村民新的居所集体搬迁到这边啊，离他们的老家也就一街之隔吧。但是把面朝大街的那种将来可能会用于商业发展的地块呢，置换了出来。我相信也是分了好几期啊。现在看到的右侧朝南的头一排，这些房子全都住满的状态。后面呢还有很多新的，可能慢慢都要搬进去吧。看周边的这环境啊，都建得不错。光是牌坊，我这里就看到第二座，相信应该还有好多座吧。等待以后搬进去了以后，找个时候我们到这边来骑骑车，看看这些搬入新居的村民们，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现在我的右侧下面呢，就是星光快速路。现在骑下这座桥来，我的右侧呢就是汉溪村了，前几天还往里面走过。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市广路上了，等一会我要过马路就可以回到村里了。今天呢，只是为了跟远道来的孩子
一起吃饭，就选择了万博商务区。那我呢也就兼顾一下骑行，家人开车去，我就骑车来回。我觉得这也挺不错的。我的右侧这一块呢，就是敏捷地产，原来总部就这里，现在好像要把它变成一个售楼部了吧？但把边上这些环境呢，还搞得挺不错的。相信过了年以后就会动工，很快呢就会迎来销售啊。正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没什么人。这是敏捷地产把这块荒地变成了一个大草坪，一个公园。当然作为商家来讲，就是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旅游，那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客人嘛。但以我们住在周边老百姓而言呢，把环境搞好一点，肯定也是皆大欢喜的。马路对面呢就是启福新村了，这边其实也是高楼林立了。左前方呢就是启福新村的交通中心。好了，现在我已经回到村里了。今天和家人一起在万博商务区某一个餐馆的聚会正好从启福新村到万博来回大概也有个16、17公里吧。这2段的骑行呢就结束了，就没事找事干。跟家人聚会聊天的同时呢，也兼顾一下日常的身体锻炼。当然这些距离都相对比较短，都是可控的距离，骑的也不是很累，正好就当吃完饭以后消消食吧。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跟随观赏，我们打日说行再见，拜拜。